就是想把他的儿子给杀了，叫他断子绝孙。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杀人犯，他不为钱，也不为色，平白无故将女孩砍倒在地。更让人窒息的是，事后他又将女孩带到宾馆清洗伤口，不仅悉心照顾，甚至还给了女孩一笔钱。这种变态他究竟想干什么呢？2008年6月8日凌晨，无锡公安分局接到报案，一个女孩被人砍伤，大呼救命。警方火速抵达现场，然而情况并不乐观。女孩身上共有12处刀伤，伤口都特别深，内脏全部遭到损害，肝脏几乎被砍成了2半。尽管医护人员极力抢救，女孩也仍未脱离生命危险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正在现场勘查，地上有一大滩血迹，如此大的出血量，显然凶手是想要置人于死地。女孩身体没有遭受侵犯，随身携带的财物也没有丢失。再结合残暴的作案手段来看，这很可能是一起报复杀人。受害人名叫徐娇，现年22岁，她才刚出社会不久，到底会跟谁结上深仇大恨呢？如果徐娇能醒过来，也许事情就能水落石出了。但她目前生死未卜，警方只能努力搜寻线索。在血迹不远处有一把雨伞，这伞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，款式十分老旧，不像是年轻女孩的物品。徐队推测应该是凶手逃跑时留下的。检验科立刻进行了指纹鉴定，可令人大失所望的是，雨伞上居然找不到任何指纹信息。案发地处在居民楼，一位大哥自称是目击者，当时他听到楼下有动静，紧接着就发现一个男人仓皇逃跑。等他下来就看到女孩倒在了血泊中。因为天色太暗，大哥并没有看到男人的长相，只知道身高在1.7米左右，身材比较瘦弱。大哥还依稀记得那人穿着黑色上衣、白色鞋子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立刻对周边监控展开调查。距离案发地最近的监控录像显示，徐娇是深夜2点多经过这里。就在他走后不久，一个男人立刻跟了上去。该男子的体貌特征以及穿衣打扮都和目击者提供的完全一致。可是案发地是一条巷子，监控拍不到里面的情况，无法断定他就是伤害徐娇的凶手。警方继续向前查看监控，发现这个男人从凌晨开始就一直在附近转悠，来来回回走了10几遍，好像是在等待猎物出现一般。当晚下了大雨，警方在监控中还看到男子手里拿的就是现场遗落的雨伞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个行为怪异的男人就是嫌犯。奈何摄像头太模糊，根本看不清长相。目前唯一有用的线索就是那把老旧雨伞。警方立马对周边市场走访调查，商铺老板说2个月前卖过这种伞，因为批发价便宜，所以这款雨伞的销量很好，购买人群十分广泛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想要以此锁定嫌犯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另一边，徐娇所有人际关系都排查完了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他朋友反映，徐娇从不与人结仇，也没有任何感情纠葛，凶手到底为何要这样对他呢？就在警方的工作陷入难题时，医院传来了好消息。经过2天2夜的救治，徐娇终于苏醒过来了，容不得半刻迟缓。陶警官火速来到病房，然而调查结果却令他震惊不已。徐娇和嫌犯并不相识。案发当晚，他从酒吧出来，刚拐进那条巷子，就感觉到被人尾随了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男人就直接朝他腹部刺了上来，直到他倒在了血泊中。对方还继续补了几刀，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。徐娇也想不明白他为何要置自己于死地。现在仇杀也基本被排除了，凶手的作案动机变得模糊不清。案发地是偏僻的巷子，地形十分复杂，嫌犯却能在刺伤人后迅速逃离现场，这说明他对附近很熟悉。徐队推测他就住在周边，于是警员拿着雨伞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。但是好几天过去了，也仍旧没有丝毫线索。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，案件迎来了新的转机。2008年6月14日，一名姓刘的女人来到局里报案，称几天前晚上回家时遭到了陌生男子的突然袭击，男人砍伤了她的头部和腹部。刘小姐被吓得不轻，拼命求饶，结果男人竟出乎意料地停止了砍人，不仅细心地将刘小姐扶了起来，还把她带到宾馆清洗了伤口，甚至还主动拿钱给刘小姐。第2天早上，他将刘小姐送回了家，两人还互留了手机号。自这天以后，歹徒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给刘小姐，总是莫名其妙地提出见面。这一系列操作让刘小姐摸不着头脑，她心里十分后怕，于是选择来到警局报案。根据刘小姐所描述的嫌犯特征，这2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人所为。警方有些匪夷所思，第1名受害者徐娇身受10几刀，险些丧命，可刘小姐却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歹徒如此反常的行为，一时间警方也有点摸不清方向。刘小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，
凶手在跟他聊天中透露了自己名叫张冰文，还表示他只杀25岁左右的女人。至于为什么要杀年轻女性，张冰文并没有解释，也没有说出放掉刘小姐的原因。根据这一情况，警方很快就调出了张冰文的信息。让大伙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竟是年仅19岁的小伙子。他从小父母双亡，初中没毕业就留宿街头，之后被一个好心的夜宵摊老板收留。张冰文做事勤快，为人老实，老板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会干出持刀伤人的事。据老板叙述，张冰文曾在一个电子厂工作过，不知道为什么1个月前突然离职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就变得沉默寡言，并且从夜宵摊搬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刘小姐又接到张冰文的电话，对方邀请在保利广场见面。得到这个消息，警员们火速赶往约定地点蹲守。他们顶着寒风，埋伏在隐蔽处伺机而动。可一晃好几个小时过去，张冰文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。警方不禁有些怀疑，是不是刘小姐提供的信息有误？也许张冰文说的地址压根就不是保利广场。带着这个猜想，警方排查了张冰文曾经邀约过的所有地点，可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徐队猛然想起，案发第2天张冰文曾送刘小姐回家，这说明他知道刘小姐的住址。此时一股不祥的征兆涌入众人心头，容不得片刻迟缓。大伙迅速调转车头，直奔刘小姐住所。一推开房门，张冰文果然就坐在客厅。然而面对审讯，张冰文却一言不发。对于犯罪事实，他也不做任何回复。直到警方询问他为什么从电子厂离职时，张冰文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，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：是因为我那个老板对我不好，对我不公平，使我产生了心理的幻想，让我就是想把他的儿子给杀了，叫他断子绝孙。原来3个月前，厂里有个同事离职，老板为了留住员工，第2天就给他涨了工资。但是张冰文要离职时，老板却没有任何表示，这使得张冰文十分不爽，认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，所以内心滋生出一股怨恨。听完这番话，警员大惊失色，难道因为这点小事就让张冰文想到了杀人犯罪吗？这未免也太极端了点。可通过调查发现，电子厂老板的儿子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而本案受伤的2个少女与此事压根就不搭边。张冰文为何会伤害他们呢？警方对他做了进一步了解。原来张冰文从小便是留守儿童，父母为了赚钱，将他独自寄居在叔叔家里。小学时，父母发生意外相继离世，由于缺乏关爱，他从小就遭到堂弟的欺压，婶婶也经常会排挤他。久而久之，他性格变得非常孤僻。之后初中没毕业，他就离开了叔叔家，独自一人来到县城流浪。为什么会选择年轻女性下手？是源于对母亲和婶婶的不满，他要杀害同龄的女性来抵消心中的怨念。在警员耐心的劝导下，张冰文终于承认了所有犯罪事实。案发当晚，他原本是准备杀3个人，只要完成目标，他就会对老板儿子下手。不成想杀人计划在遇到刘小姐后意外终止了，原因是刘小姐愿意跟他聊天，这触动了张冰文对母爱的渴望，同时也唤醒了他内心最后的光明。其实厂里的事件只是导火索，真正让张冰文心理变态的缘由是留守，缺乏关爱使得他的内心变得黑暗。如果他的身边早一些出现刘小姐这样的人，或许人生会变得截然不同吧。就算我有了儿子，我就说不会让我儿子再受这种苦。什么样的苦？失去父母的。父母去世还是指的父母不在身边？不在身边。